他无奈地探过身子给他系上安全带。大4岁，他觉得蓝忘机现在顶多算是一个大龄儿童，浑浑噩噩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东西。他换上舒缓的音乐，车速也放缓，慢慢地开到了一处空无一人的地方。蓝忘机早就回过神来了，即便是被带到一处不认识的地方，他也没阻止魏无羡。他确实需要好好平复一下心情。逝世的老师是他人生里面一位很重要的老师，蓝忘机年前还去看望过一次，身体也很硬朗，今天却突然说人没了，任谁都接受不了。他跟着魏无羡来到这片旷野，他不想下车，想一个人静一静。魏无羡也不管他，兀自下了车，坐在挡风玻璃前。这样倒是无论让蓝忘机怎么避，都避不开他的身影了。一个人在车外，一个人在车里，看着同一片星空。魏无羡难得安静。蓝忘机再傻也知道魏无羡什么意思了，没谁会闲着没事穿过整个城市带他来这里看星空。在他们的关系里，只要没有外人在，魏无羡多半不会和他有什么牵扯，所以蓝忘机很惊讶。他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他看过星空，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家里，但从来没有人带他来看一场星空，也不说话，不催他下车，想来便来了。他有些怔愣，魏无羡这样的人，在他人生的27年里从未出现过的，他猜不透。魏无羡见他终于愿意打开车门下车，拍了拍车盖，开了口上来。蓝忘机尚在犹豫，最后还是坐了上去。魏无羡看得好笑，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一直盯着夜空，不知道在想什么。美国可没有这么好看的星空。魏无羡半真半假的开口：你喜欢？说不上喜欢，只是好像没这么认真看过。他没认真看过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他静不下心来。他一直在向前，很少停下来，沿途的风景多多少少都被他忽略掉，除了专门旅行的时候。蓝忘机只注意到了他的重音，以为是没人陪他斟酌着开口以后可以常来。魏无羡诧异地看着他，蓝忘机被他盯得无所适从，不自然地问：怎么了？我发现你这个人挺有趣的呀，照道理来说，你和我这么互看不顺眼，你居然还会想到以后。蓝忘机一僵，脸色又回到魏无羡刚进家门那样。魏无羡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连连摆手：不，是你看我不顺眼，我没有看你不顺眼，我你别生气了。没有。蓝忘机定定地看着他，没生气就好，没生气就好。蓝忘机不吭声了，魏无羡可能真的在国外住久了，中文理解能力不行。沉默着，魏无羡又开始笑了起来。蓝忘机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魏无羡越笑越大声，靠得太近了，笑声充斥着耳膜，可蓝忘机没躲，愣愣地看着魏无羡的眼睛，黑色的，闪着光。没躲最好。魏无羡终于消停，他感受到手臂上的一点点湿意，面对着蓝忘机拖着长音大吼：我突然想起来，天气预报说今天报。话音未落，倾盆大雨已至，噼里啪啦砸在手臂上生疼。魏无羡却笑得无比痛快，蓝忘机面色铁青地看着这个骗自己出来淋雨的人，雨水顺着头发落在脸上，更是平添了美感。蓝忘机怕是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画面。魏无羡带着他在雨中狂欢，是魏无羡一个人的狂欢，蓝忘机却觉得自己的心紧跟着猛烈地跳动了一下，很小的一下，他没有抓到。他扯着魏无羡的手要他回车里，你先上去吧，我可不想这身脏衣服玷污了我的驾驶座。也不看是谁想搞成脏衣服的，蓝忘机对他的行为表示无语，直接坐到驾驶位就打算启动车子。魏无羡被他吓了一跳，这荒山野岭的，要是蓝忘机走了，自己可走不回去，当下钻进车里。怎么样，心情好点了没？蓝忘机的眉都要拧起来了，骗他去淋雨还要他心情好。下一秒反应过来一怔，魏无羡这是心情好就好，任务圆满完成。只是任务吗？蓝忘机有一瞬间的失落。回到家里，魏无羡洗完了澡就开始收拾行李，哼哼唧唧的胡乱塞衣服。蓝忘机看着惨不忍睹的行李箱，一顿头疼，眼不见为净。他转身去了书房，重新回来的时候，却看到魏无羡推着行李箱要下楼。他一怔，不是明天下午走？是啊，我这不是去楼下沙发睡吗？顺便把行李推下去。你不用。行了，
知道你心情不好，不招惹你了，我滚回去睡沙发。蓝忘机没有反驳，也没有吭声，却难得的失眠了。新婚夜和魏无羡睡在一起时，觉得床窄了，现在却觉得床空空荡荡的，少了让人窒息的手脚和小小的呼吸声。本以为魏无羡会第二天下午再走，谁知道蓝忘机起床的时候人已经不在楼下。原来他也是会早起的。魏无羡带着行李回家跟爸妈说了一下，之后就上了飞机，一连训练了10天。他在深夜回了家，迷迷糊糊的蹬掉鞋子往床上一扑，精准无比的砸在蓝忘机的身上。蓝忘机在睡梦中被砸醒，心下一惊就想拍开，反应过来时，魏无羡时硬生生的顿住了手。他被魏无羡死死的困住不能动弹，居然也能诡异的以这个姿势睡过去。只是第二天醒来就没那么美丽了。蓝忘机觉得有些热，用了些力气想挣脱魏无羡的束缚，谁知道魏无羡居然死命乱蹭，运动裤贴着薄薄的睡裤蹭来蹭去。蓝忘机觉得血液流动的速度更快了，他甚至起了反应。魏无羡被一块硬硬的东西卡着不舒服，扭得更欢了。只是第二天醒来就没那么美丽了。蓝忘机觉得有些热，用了些力气想挣脱魏无羡的束缚，谁知道魏无羡居然死命乱蹭，运动裤贴着薄薄的睡裤蹭来蹭去。蓝忘机觉得血液流动的速度更快了，他甚至起了反应。魏无羡被一块硬硬的东西卡着不舒服，扭得更欢了。他越蹭，蓝忘机就觉得越热，吻了一下，心绪准备把他推开的时候，魏无羡却感觉被什么东西硌到了，迷迷糊糊的睁眼了。蓝忘机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怕被魏无羡发现。幸好魏无羡只是看了他一眼，歪着头又打算睡过去。蓝忘机一口气还没松下来，魏无羡就伸手对着硬起的东西一拍，嘟囔着给我下去，一连拍了3下。蓝忘机倒抽一口凉气，闭了闭眼，迅速把魏无羡从自己身上扒拉掉，起身去了厕所。魏无羡中午醒来之后，就看到欲言又止的蓝忘机拿着本书在客厅看，还时不时的看自己一眼。怎么？我脸上有东西呀？没蓝忘机的手指卷了卷。他本意是想跟魏无羡说以后不要压着别人睡觉和不要随便抱着人睡觉，但是怎么都说不出口。魏无羡也没管他，他一连训练了10来天，好不容易放个假，过几天就要比赛了，他只想睡个昏天黑地。他走的这10几天，蓝忘机也没什么大的感觉，毕竟结婚后魏无羡也是这样，常常不在家。只是现在魏无羡回来了，他居然有点想多看几眼的心思。蓝忘机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到，赶紧转换心绪，专心看书。魏无羡趴在一旁打游戏，现在已经入春，双腿交叉着一甩一甩，他自己是惬意了，却晃得别人眼花心乱。魏无羡回来一天，什么事也不干，睡觉吃蓝忘机做的饭，然后打游戏，连藏色都觉得蓝忘机是在养儿子，不是在结婚。蓝忘机也不反驳不抱怨，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他越这样，魏无羡就越被自家母上嫌弃。